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我做了日间护肤步骤的分享，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夜间护肤。其实这个视频在京都旅行的时候已经录制完毕，但是因为酒店光线不好，造成录制的内容没有办法用，所以今天重新来录制。涉及到旅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出行的时候是带小样还是整组护肤品呢？我自己的话是能带正装的情况下全部带正装。接下来就通过晚间护肤步骤来说一下我外出携带了哪些产品以及它们的使用感受。首先是卸妆，今年重复购买很多次，评价好用的多芬。我比较喜欢隔离加蜜粉的组合，所以我更加偏爱卸妆力一般但是不会有任何负担的乳液质地，使用上非常的清爽水感，不会有任何黏腻感。旅行中都是快速简单的出门，选用它来卸防晒就非常的契合。洗面奶用的是我之前介绍过的 Cross 酸奶，旅途劳累这种温和的甜菜碱表活呢，会比酒店准备的洗面奶更加的适合。化妆水算是比较占重量的单品，这次选择了一个中样永兴酒造厂出品的赖子，沉甸甸的玻璃瓶，很有质感。作为精华水，它是这种薄透水露状，宛如精华液的质地。冬天的化妆水保湿力是必须的，那么如果让我选出日系排名前3的保湿化妆水的话，一定会有我之前多次提到的木库娜，以及我很早就在小红书介绍过的第一三共集团的 Light Force， 以及今天的 Lights。 木库娜就不用介绍了，而剩下的这2款呢，作为高级保湿水的代表，其实它们是有联系的。简单来说，就是永兴酒造厂在酿酒的过程中发现了大米的力量，是不是听起来很像 SK2 和 Pola 呢？各种研发之后就诞生了 No.11 这个保湿的成分，我比较喜欢叫它精米11，是不是很耳熟呢？其实就是高丝早期的精米系列，以及高丝集团旗下一众利用此成分的保湿单品，全部都来自于永兴的专利。而第一三共呢，也从永兴手中获得了这个专利的使用权，这点从他们背后一样的 Light Power 的这个专利 logo 也能看得出来。No.11 是被日本厚生劳动省认证真正具备保湿力的有效成分，还有各种神经酰胺，而且适合人体天然保湿因子相近且浓度极高的成分。我理解的保湿，上脸要立刻水润，马上渗透到角质层的深处，并且这种润感在吸收之后也要持续保持。正因为我特别喜欢买化妆水，所以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好用与否。其实它们两者都满足我的要求，肤感成分都大同小异，仅仅是针对族群的不同。Light Force 的话就比较时尚，所以会在 ins 上有很多模特明星会喜欢用这个产品。而 Light 的话相对就比较老牌，有很多在乎品质的日本人会选用它。保湿作为最基础的成分，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品牌我觉得并不多。一遇到干冷季或者屏障受损，真正强大的东西才能在这个时候发挥功效。前段时间用 A 醛翻车的情况让我知道眼霜还是需要先用，这样可以缓解眼部的刺激。日间步骤中使用的3款眼部产品呢，这2款已经空瓶了。我看到弹幕说圣威特的这款眼精华用了很多瓶都没有效果，其实我也用了很多瓶，细纹不是那么容易淡化掉的，你需要更多的耐心来大量的使用。冬天的时候干纹会比较明显，可能也和气候有关。我自己的习惯呢，是在睡前再重复涂抹一遍眼霜。而现在在使用的眼部产品呢，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Matic A 的这2款。不管后续的效果好不好，但是这2款产品在搓泥上是非常严重的。这款按压设计的眼胶呢，因为是啫喱状，本身就很容易搓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质地，涂抹起来非常的柔滑，但是吸收之后，后续再叠加别的产品，就非常容易产生搓泥的现象。而眼霜呢，呈现这种比较厚实的质地，它们在涂抹的过程中其实都非常的柔滑，全部的问题都出现在你吸收之后，和后续的产品会大搓泥。尤其是这款眼霜，它的搓泥程度会比刚才的眼胶更加严重。我本身对稍许搓泥都是能够接受的，但它实在是比较严重，所以我现在只能把它放在晚上去使用，这样拍应该能看得清楚上面的这个屑屑吧。接下来进入精华的部分，西皮士的这款2% HPA 醇精华，果然如传闻所说，它一点刺激都没有的。虽然官方的建议是初次使用3到4滴，但是我几次使用之后就变成了1整管的使用量，不会有任何不耐受的反应，很温和。它有一点果香味，上脸吸收很快，肤感也非常的好。因为还没有用完，目前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我会陆续使用此类成分的精华来做对比，
后续再来反馈。接下来呢，我会叠加这2款优时颜的精华。5.2的这个粉瓶是主打淡斑的，5.1的这个主打的是亮白，它们是可以一起使用的，各按压2下的使用量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提到美白类的产品需要大量使用才能够见到效果，但是因为2瓶一起，所以它的使用量是够的。5.2的淡斑精华是凝露的质地，非常的清爽，所以会建议先涂这一款。它里面有用到摩洛哥仙人掌的提取物，温和的剥落老废角质，烟酰胺起到阻隔黑色素、减少暗沉的作用，光果甘草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减少黑色素的生成，是蛮全面的淡斑思路。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暂时没有明显的斑点，如果你的斑点已经严重的话，我比较还是建议去医美手段处理，而日常使用淡斑的产品可以做好维护跟预防。5.1的亮白呢是这种精华乳的质地，延展性依旧很好，并且它的滋润度跟清爽度的平衡也做得非常棒。凝血酸可以解决暗沉，377可以抑制并减少黑色素的生成，11碳烯酰基苯丙氨酸可以用来阻隔酪氨酸酶的信号，也是蛮全面的美白通路。像我一直作息不好，很容易有暗沉问题，加上老化也会造成你黑色素的代谢问题，所以日常使用美白类的产品呢就很有必要。这2瓶都即将空瓶，因为我没有明显的斑点，所以这2瓶的效果呢大多都体现在透明感上。目前来说并没有见到很明显的效果，但是碍于它的这个设计我非常的喜欢，质感上也做得非常的完美，加上美白的产品呢你也是需要长期大量去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新国货我是愿意回购的。这2款产品呢均有取得国家 CFDA 的美白特证，尽管有之前的377风波，但是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有美白备案的，所以无需担心。之前我有提到日常生活中用到2款功效型的精华其实就可以了，那么我这个 HPR 抗老这组美白呢可以看作一体，但时不时我会搭配这个精华，大名鼎鼎的培里康的冷霜。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款面霜，但其实它是精华，质地非常果酱慕斯状，味道也很像梅子酱。推开之后立刻柔润透明，没有油腻感，滋润度不大，不会给后续涂面霜造成负担。作为知名皮肤科医生的品牌，培里康有名的成分很多，比如说这里面就有针对动态纹的乙酰基6肽、酮3肽紧致皮肤。培里康最喜欢用的酯化型维 C 抗氧化的能手，人体必须但是不能够自己产生的欧米伽3、6、9可以起到修复屏障细致纹理的作用，又有相对温和的视黄醇、棕榈酸酯等等。几乎每一个博主都是有说用完它之后隔天的皮肤有多细。说实话，我用了很多瓶，不太会出现那种极度惊艳的效果，但是在细致纹理方面是能够看得见的。我用的这个呢是更新后的版本，所以已经没有网上传说的那种鱼腥味，这点改良还是不错的。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15毫升的中样，其实正货就是30毫升的，在没有折扣的情况下买中样会比正货来的划算非常多。面霜的部分呢还是这个银霜，已经快用完了，我觉得它的质地、气味、舒适度都很不错，即便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也可以安心使用，还是蛮推荐的。详细的介绍呢可以去看之前的日间护肤视频。到这里为止呢，好像一个完整的护肤步骤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标题呢是旅行或者出差时候的护肤。外出的时候呢其实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那么疲劳也会体现在你的皮肤上。那么除了带传统的护肤品，其实我会多带以下这几样。首先是油皮需要的清洁面膜，用的是日本的有机品牌 Perolina Botanica， 打开之后需要在3个月内使用完，是我喜欢的那种软泥质地。日系泥面膜好用的其实是能数得过来的，不像欧美系的品种那么多，加上日本的化妆品法律苛刻，高浓度的水杨酸啊、A 醇啊基本上都不会看到。大部分的日系泥面膜都会用到冲绳的海泥，它还有加到火山灰和竹炭。这种65克的小包装还是蛮适合出行携带的，不过如果你的旅行是在1周内就没有必要带。人在疲劳的状态下，加上旅行中的暴饮暴食，很容易长痘痘，所以之前多次提到的 The Ordinary 的杜鹃花酸是一定要携带的。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知道我比较青睐蓝铜胜肽之类的修复成分，但是这个成分非常的矫情，不好跟别的产品一起搭配。到底什么时候去用呢？其实旅行中就很适合，在你疲劳状态下皮肤会出现紊乱，这个时候你需要做减法。是不是很想回到酒店就立刻倒头大睡呢？但是热衷于护肤的我们通常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带了这组 The Ordinary 的把费蓝铜精华和 Nua 的这款面霜，可以偶尔偷懒的同时并缓解皮肤状态。这款 The Ordinary 的1%铜肽其实已经可
可以呈现非常蓝的状态了。比起很多实验室品牌的胶水感，这个质地其实还是挺柔滑的。Nuva 的这款面霜其实是更加轻盈的乳霜，相比我之前介绍过的日霜，它更加适合油皮。复合生态抗老、蓝铜修复都是主打蓝铜肽的成分，也不会造成失活影响效果。2个步骤你就可以去睡觉了。比较特别的是，我这次还带了洗发水。前阵子烫头发造成长了很多头皮屑，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头皮屑了。Philip Kingsley 这款绿色的洗发水针对头皮屑非常出名。旅行途中我的头皮屑就已经渐渐不见了，而这种小支的包装呢，也非常适合出行。青苹果的味道也很好闻。比起日常生活，外出造成的环境改变很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刺激，维持和日常一样的产品使用，更加有利于皮肤的稳定。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晚间护肤内容了。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感兴趣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